小伙伴们相信有外星人吗？大雄本来是不信的，可为了能够白嫖到哈密瓜，蓝胖子亲手创造了火星文明。胖虎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小夫就要去白嫖哈密瓜。只见他去了一家 UFO 研究所，大叔一听小夫见到了 UFO， 就好吃好喝的给他供着，生怕漏了什么细节，而且还答应小夫，要是下次有照片还会给钱。实际上，小夫只是口嗨而已，压根没见到 UFO。胖虎一听，也想加入忽悠老实人的行列。大雄觉得他们太卑鄙了，蓝胖子也这么觉得，这种好事居然不带上我。但蓝胖子说的是要拍真的 UFO， 可他并不认识外星人，而是要做出火星人来，再让他们造 UFO。大雄还是认为蓝胖子在造假，这就是他不懂了。实际上，火星上是有空气和水的，也有苔藓生存。蓝胖子要做的就是用进化退化光线枪，让苔藓在10天内完成10亿年的进化。火星人这不就有了吗？蓝胖子设置好监视器，又点燃搭载光线枪的火箭，目睹用火柴发射火箭这种神操作的大雄震惊的合不拢嘴。火箭很快就在火星上着陆了，接下来只要等就行了。空地上，胖虎和小夫正在制造假的 UFO 照片。相比之下，还是蓝胖子比较实诚。他发现火星上的苔藓已经进化出了类似肌肉一样会动的东西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让火箭喷出热风烘干地面，加快适者生存的演化速度，火星人就能更早诞生。又过了一天，峡谷里的山洞中钻出了像蘑菇的生物，看来这就是火星人了。他们把霉菌当成食物，而且已经出现了原始社会，然后又形成了农耕文明。胖虎和小夫的5毛特效假照片果然没骗过大叔。再看大雄和蓝胖子这边，火星人已经建造出了现代城市。大雄注意到有对父子一副向天再借500年的样子，可惜听不懂在说什么。其实火星人的想法和地球人迷之相似，都觉得只有自己的星球有人，想去别的星球寻找外星人。眼看10天已经过了， UFO 还是没有发射，两人一合计，还不如去看真的电视呢。他俩不知道的是，当初的儿子终于成了宇航员，被父亲目送乘上了 UFO， 向着地球飞来。终于 UFO 穿过大气层，发现地球上也有城市，可惜这环境和火星是没法比。火星人觉得，与其被呛死，还不如先研究一下地球人。他来到了正在看电视的大雄和蓝胖子身后。不巧的是，今天放的正好是5色战队大战外星人。这下火星人是真的被吓到了。地球套路深，我要回火星。心慌意乱的火星人看着 UFO， 撞到了大叔锃亮的脑壳上，被当成了拍假照的玩具。气不打一处来的大叔一脚把 UFO 踢飞了。胖虎和小夫看到，赶紧拍了下来。火星人带着情报光速逃回去。最后，所有火星人都坐上 UFO 移民了。可怜的大雄和蓝胖子还以为他们是要来地球，在屋顶上干坐了一天。火星的城市都腐朽了，愣是一根 UFO 毛都没拍着。看来蓝胖子的计划失败了。尽管这次胖虎和小夫拍到了真的 UFO， 但大叔是再也不信了。既然火星人这么聪明，他们到底会移民到哪个星球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蓝胖子一言不合把静香推进小树林，妥妥挨了一巴掌。发生了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，让蓝胖子在老妈面前难以启齿？让老妈来读作文，对大雄来说简直就是公开处刑。作文题目是让我害怕的东西，他先是写了电视剧中的狼人，确实怪恐怖的。老妈无视了大雄的劝阻，继续读下去。大雄心里比狼人更恐怖的东西，竟然是老妈生气的脸，一声河东狮吼。大雄慌忙逃回了房间，两人还就狼人和老妈到底谁更恐怖争论了起来。为了验证，蓝胖子直接掏出一罐狼人面霜，开始往自己的大脸盘子上抹，然后开始找圆圆的东西。大雄把硬币拿给他看，短短几秒钟，蓝胖子就长出了锋利的爪子和毛发，成了个狼胖子。狼胖子一声长啸，把大雄扑倒，就要当成午餐肉。就在这时，狼胖子又变回了蓝胖子。大雄打算自己也试试，刚走进客厅，他就吓疯了。老妈正在往脸上涂的不就是狼人面霜吗？更绝的是，他竟然就这样出门了。看着老妈那张不是狼人却比狼人还恐怖的脸，大雄吓得都炸毛了，完全拦不住他。蓝胖子一听，急得手足无措。他本想追上老妈，可看到镜中的自己，让他意识到长得太圆润也是一种错。没办法，蓝胖子使尽浑身解数，把身上所有圆的地方隐藏起来，又死皮赖脸的求老妈带着他一起去。这时，静香迎面走来，新裙子上全是圆，不管你跟大雄啥关系，一把推进了灌木丛。老妈是安全了，可静香就惨了，刚做的裙子变得又脏又破，一记如来神掌回敬给蓝胖子。巴掌印刚消下去，就看到虎夫在踢球，一脚将球踢到了九霄云外，在虎夫头上动土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眼看要经过神城先生家了，这老头又喊了另外2个秃顶老头一起来鉴赏盆栽，一下子3个圆，这可是大凶兆啊！蓝胖子凭借体重优势一屁股坐下去，老妈的脸是没变，蓝胖子的脸可被他们仨老拳相向打得不轻。终于护送老妈到了朋友家，可一抬头，家门口的灯居然是圆的。这时狼外婆已经按动了门铃，蓝胖子也不管对方有多大，就往小树林里拉。老妈被气得不轻，进门之后，蓝胖子先行一步，把屋内的圆形物件全都收了起来。接着又发现女主人拿来的点心里全是圆形的东西，蓝胖子只好舍身取义，一口把点心全吞了。脸面丢尽的老妈刚把蓝胖子赶了出去，屋内就传来了尖叫声。女主人已经被老妈一波送走，原来是忘记抬头看灯了。终于到了晚上回家的时候，两人却路遇劫匪，可他台词还没说完，老妈就被手电筒弄成了狼人，成功送走了第2人。虽然安全到家了，老妈却很郁闷，我的脸也没有那么可怕吧？那么问题来了，小伙伴们知道蓝胖子身上都有哪些地方是圆的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胖虎能有什么坏心思？顶多就是为大家带来3天3夜演唱会沉浸式体验。面对听歌还是被打的选择，小伙伴们会如何选择呢？即使有蓝胖子手把手教，大雄穿上溜冰鞋之后，还是像吃了炫迈一样停不下来。报起250斤的蓝胖子用体重优势压垮了门，真是3天不打前列腺发炎。可是外面照样玩不了，蓝胖子刚给大雄戴上3级头，就被一个飙车党臭骂了一顿，还附赠了尾气套餐，差点被呛死的2人只好去找静香玩。静香家来了客人，不好招待大雄，路过的小夫提议去空地玩躲避球，但希望又变成了绝望，空地整个成了堆放建筑材料的地方，大家都没得玩了，只能回家吃点心的大雄越想越生气，他想要一座属于自己的小镇，不论干啥都不会被打扰。没想到蓝胖子要让他的口嗨成真，他取出一台拍立得模型制造相机，把家拍了下来，生成了迷你版的模型，从里到外都是1比1复刻的，但这不就是个玩具吗？只见蓝胖子又掏出了格列佛隧道，从大头钻进去，蓝胖子就变小了，这样就能进到房屋模型里面。大雄和蓝胖子带着相机去商业街寻找素材，先是拍下了一家书店，从里面调出来的竟然全都是可以看的漫画。同理，垫高店里的点心也能随便吃。斗志满满的大雄一口气拍下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建筑，不过学校这种东西显然是不会出现在大雄的词典里的。把模型拿回家，大雄和蓝胖子搞起了城镇规划。完工后，大雄一脸淫笑的走向因为无处可去而郁闷着的小伙伴们，用实力告诉他们啥叫有城镇的男人。小伙伴们将信将疑的跟着大雄到了他家，被哄着走进了格列佛隧道，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初级窄才通人，步行数十步豁然开朗。在这个地方，蓝胖子可以放开肚皮吃铜锣烧，玩具模型也是想拿就拿，大雄也终于可以尽情的玩溜冰鞋了。可惜他的技术还是菜的抠脚，就连精神小伙视频都能看，因为电视线路也全都还原了。更多的小伙伴们来到小镇，男孩们聚集在保龄球馆，没想到没有手指的蓝胖子竟然还是个高手。女孩们一个个都玩上了真人版的奇迹暖暖，谁还不是个小仙女呢？从书店里先后出来的2人诠释了什么叫学霸与学渣，一个拿的全是科学图鉴，另一个却搬了一堆漫画书。享受着铜锣烧和漫画，蓝胖子和大雄决定把小镇取名为大雄乐园，但乐园很快就变了味儿。静香的牛奶浴之梦刚实现，外面突然天摇地动，大雄和蓝胖子也摔懵了，发现窗外出现了个奇怪的巨型建筑，原来这是胖虎干的好事，他要举办巨蛋演唱会，谁要是赶不来，那就拳头伺候。而且这次演唱会还要整整开3天，只要这里没坏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能阻止胖虎。很可惜，这是个 flag， 话音刚落，巨蛋就被一脚踩烂了。大雄老妈又是踩又是扫，大雄乐园瞬间毁于一旦，大家逃命般的跑出了隧道。大雄乐园已经完全变成一堆垃圾了，胖虎的梦想也不能实现了。小夫偏要在这个时候当理中客，结果当然是被胖虎揍一顿。眼看大雄乐园的遗址成了件储藏室的地方，大雄只想蓝胖子拿出造空地的道具，这不是在无中生有吗？看蓝胖子被垃圾砸倒的可怜样，你能帮他想想有什么道具可以用上吗？